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J。如果问我最喜欢的动画是哪一部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是新房昭之的物语系列。如果问我最喜欢的漫画是哪一部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是 JoJo 的奇妙冒险。这部在1987年连载至今的作品，竟然在2012年才推出 TV 动画，这根本是急死我们这些 JoJo 粉啊！而最具 JoJo 代表性的第3部，终于在2015年6月播放完毕了。就趁着这动画热潮，让我的 JoJo 出来好好介绍 JoJo 的奇妙冒险这部作品吧。JoJo 的奇妙冒险由荒木飞吕彦于1987年在周刊少年 Jump 连载的少年漫画，当时的热门漫画几乎都是北斗神拳这类的硬汉作品。与现代的日本动漫风格相比，当时的环境相对适合荒木老师这种着重力与美的画风。在周刊少年连载18年后，转至青年向漫画杂志连载至今，目前故事已经推出了8部，并超过了100卷单行本，每一部都是不同的主角、不同的故事。虽然相互关联，但剧情的连贯性不强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每位主角都叫JoJo，这不废话吗？每10几集单行本就换一次主角、换一次故事的做法，也是我喜欢 JoJo 的原因之一。毕竟看同一批角色在同一个故事上跑了60-70集，除了对作品会有一些疲乏外，剧情与角色肯定会无限膨胀而失控。你们都知道我在说谁吧？见好就收，并且延续着同一部作品的口碑继续推出新作，我认为这正是 JoJo 能历久不衰的原因。每一部的故事都简单明了，主轴结束之后就利落的完结，绝对不会告诉你我们还有新地图可以开发。这种爽快毫不拖沓的风格可以说是 Jump 上非常少见的。虽然 JoJo 的故事简单明了，但剧情深度与层次依然相当丰富，绝对不会输给那些动辄40-50集的作品。我认为 JoJo 吸引人的原因有3大要素：第一，人物；第二，战斗；第3，风格。JoJo 第1部与第2部主要以太阳能量的波纹气功为战斗系统，第3部之后进入 JoJo 最有名的替身系统。相信有看过 JoJo 的读者都记得，修炼波纹气功是可以维持年轻的。许多人都怀疑荒木老师就是波纹气功的最后传人。在粉丝与媒体的追问下，荒木老师也承认自己修炼过波纹气功。你看看这个不老颜就知道，这绝对没有在骗人啊！这家伙超过50岁啊，他看起来比我还年轻啊 ！fuck。他曾在2012年的 JoJo 原画展声称，他保养的秘诀就是在每天早上用东京的自来水洗脸。你他妈的荒木老师，虽然我没读过书，但可不是呆子啊！经过我生命的调查发现，在西元前3000年就有荒木老师的身影了。我合理怀疑荒木老师并非修炼过波纹气功，而他真实的身份是戴过食鬼面的吸血鬼才对。我们可以从荒木老师的眼镜时发现，他曾经历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，这也是为什么JoJo如此着重力与美的原因了。他当年的好友甚至为他画了肖像画，到现在都还保留在罗浮宫中。而在成为漫画家之前，荒木老师是以服装设计师为目标，在角色的衣着上都可以看到他相当独特的品味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受欧洲文化的影响。在19世纪中，荒木老师终于来到了日本，化名为土方岁三。当时动荡的日本使他经历了许多征战，并从中体悟了人类的勇气，因此决定以赞颂人类为主轴绘制一部漫画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 JoJo 的奇妙冒险。既然是以赞颂人类为主轴的故事，人物当然就是 JoJo 最有魅力的部分，大到主角，小到手下，荒木老师都会尽力为每个角色赋予生命，许多角色都非常有魅力。我个人最喜欢的主角就是第2部的乔瑟夫·乔斯塔，他非常擅长耍小聪明，近战打不过就用机枪扫射，再打不过就绕跑。最讨厌的词就是努力和加油，人生坠机过4次，胜利便会得意忘形，说自己忠贞只爱老婆，却搞了个私生子。哎呀，爆雷了！JoJo 的始祖大魔王 Dio 可以说是近年相当少见的纯种大魔王，不是为了守护心爱的人与世界为敌，也不是为了以偏激的方式拯救世界而杀戮。Dio 就是最纯粹的邪恶，不为了制造混乱而滥杀，仅为了支配与胜利而生。Dio 可以说是一个大魔王的优良典范。顺带一提 ，Dio 的声优大变态自然五人真是配的超带感的。The world， 時を止まれ！哦，你听这声音。但历代魔王中，我最喜欢的反而不是当家魔王 Dio， 而是第4部的魔王吉良吉影。与一般大魔王不同，他从来都不想征服世界，只想过着平稳的人生。虽然有才干，但不希望在公司争权夺位，甘愿做一名小职员，只希望每天能平凡的上班下班，还有顺手杀个人。只要动摇到他平凡美好的生活，他都会极力抹杀掉。在游戏JoJo群星乱斗中，由声优小山丽也配音，更添增了吉良吉影这杀人魔的恐惧感。JoJo 就是透过这些充满魅力的角色，丰富他单纯的故事架构。荒木老师认为，角色之间的强弱与能力强弱无关，
角色信念才是胜败的关键。JoJo 当年以斗志的作战风格突破少年漫画纯粹以力斗力的框架，登场的敌人都相当有谋略，突然被暗算领便当都是相当有可能的。如何将自己的单一能力配合环境发挥，正是 JoJo 战斗最精彩的部分。而无法动摇的信念，往往是制胜的关键。许多日本动漫都受了 JoJo 这种战斗模式的影响，可谓是少年漫画中的一代宗师也不为过。我认为JoJo的战斗在第4部可以说是最为精彩的。主角东方仗助的替身能力为将物体修复原状，这种只能被派去当医疗忍者的能力，却在各种时候关键反击，每次都让我感叹荒木老师的战斗头脑啊！我最喜欢的一场战斗就是第4部中毫无替身能力的小学生找人对上杀人魔伎俩机影的战役。完全展现了荒木老师说的能力不代表强弱，信念才是输赢的关键。这场战斗完全就是智慧与信念的对决啊，真的非常精彩。说完了战斗，说完了人物，最后我们来说说 JoJo 那独特的风格。JoJo 的画风可以说是与现代日本动漫格格不入，妹子不软不萌，男的全是凶贵，对不习惯这种画风的人怎么推都推不进坑里。画风可以说是 JoJo 对一般观众最大的阻碍，但对喜爱 JoJo 的人来说，那独特姿势以及撞声词特效，配上超带感的台词，真的是热血澎湃啊！这也是 JoJo 被各个动漫拿去做捏他的原因，像是近年非常有名的 No Game No Life 就用了许多 JoJo 的梗，其独特的姿势也被取名为 JoJo 站姿，延伸成一种主流的动漫梗。JoJo 独特的风格也许让大众难以接受，但却相当受时尚界的赏识。像是国际品牌 GUCCI 就与 JoJo 2度合作过，日本资深堂彩妆师也曾将 JoJo 的角色结合彩妆技术重新诠释。你看我如此高端的 cosplay 吗？最厉害的是 JoJo 曾在法国罗浮宫展出过，没错，就是与荒木老师的肖像画在同一个地方。这估计是日本动漫绝无仅有的一次吧。如果你是有兴趣接触 JoJo 的朋友，我非常推荐你去观赏他的 TV 动画。导演金田尚贺曾经说过 ，JoJo 的动画重点在于像歌舞伎的表演方式，时不时的静止摆摆 pose， 将 JoJo 的站姿魅力与气势完全展现了出来。我们这些老粉丝几乎是一致好评，由神风动画制作的3D 片头也都非常热血，看到这画面，相信许多粉丝都跟我一起高潮了。加上13年 New Type 动画赏得到脚本赏的小林静子担当剧本统筹，不论是画面与剧情都兼顾到了，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？JoJo 可以说是我认为这几年还原度最高的改编动画了。如果你喜欢充满魅力的角色，如果你喜欢斗志的战斗场面，如果你喜欢独有设计感的人物风格，那你应该来看看这部 JoJo no Kimyo na Boken。说日文就是比较带感啊。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这次只是把JoJo大致介绍了一次，我之后还会开更多探讨JoJo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并在下面留言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很热血。我是 AJ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各位朋友们，我的脸书已经开张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来我的脸书按个赞吧，AJ 感谢你。